大宝律令深刻地改变了日本。那么，这个仿照大唐建立起来的律令制国家，接下来会走向何方？它的都城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？这一次呢，我们顺着时间线往下走，聊聊日本历史上那两个金光闪闪的时代——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。经过了2年紧锣密鼓的建设，公元710年，日本做了一件大事。迁都平城京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今天游客们必去的古都奈良。这可是日本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。跟之前的难波京、飞鸟京、藤原京比起来，奈良城可是大了太多了。平城京的设计几乎是copy了大唐长安城，也是个长方形，皇宫在北，一条主干道呢贯通南北，东西向有小巷道连接。不过它的行政中心区域可是比长安城的规模小了将近1半。那么日本的首都为什么要搬家呢？因为在这次迁都之前呢，日本的习惯是天皇在哪儿，首都就在哪儿。换一位天皇常常就得挪个窝。结果在迁都奈良之前的2个世纪里，大和平原出了20-30位统治者，愣是换了31个首都。频繁更换的国都让大家都累了，所有的人都希望奈良可以像大唐长安一样长长久久。于是这一次奈良不负众望，足足坚持了近1个世纪，直到公元8世纪的末期，也就是公元794年，强势的桓武天皇开启了平安时代。他大手一挥，把中央政府搬到了平安京，也就是今天依然美得让人心醉的京都。那么为什么要搬家呢？一部分官员的心里开始犯嘀咕了。奈良那边的神社、佛寺的势力已经越来越大，有点让人担心啊。就想找个新地方，建个不受佛教势力那么大影响的新首都。京都的建设规模比奈良还要大，而且呢，这个首都是日本历史上坚持了最久的首都，直到江户时代之前的1000多年间，一直都是日本的国都。京都毫不夸张地讲，就是日本人的精神故乡，更是今天我们熟知的日本文化的原点。与中国古都的都城相比，日本的都城没有城墙，平安时代大部分时间都很太平，只是到了后期呢，周围有点乱，有些地方呢才开始了建设城堡进行防御。京都的布局跟长安和奈良的模式差不多，也是皇宫坐北朝南，南北主干道，东西向街道按顺序编号。您今天去京都旅游，还能看到那整整齐齐的棋盘式的街道，这就是公元794年建成的时候，设计者们从大唐长安城学来的真本事。平安时代被派到大唐学习交流的僧人，虽然没有7世纪的时候多，但是呢，陆陆续续还是有一些文化交流。这些遣唐僧里比较著名的有空海大师，他在804年到806年留学大唐，回日本后呢，开创了真言宗。你如果去京都高野山旅游，很多地方都跟他有关系。还有最澄大师，他把天台宗带回了日本，比瑞山延历寺就是天台宗的大本营。还有一位圆人法师，他在公元838年到846年在中国学习，留下了一部超级详细的日记，后来被赖世和教授译成了英文。近些年还有很多人重走他当年的访唐路线，其中提供了最详细、最靠谱、最完整的出史记录和唐朝情况。不过呢，圆人法师在中国学习期间，唐朝的武宗皇帝开始推行一系列的灭佛政策。法师回到日本之后，唐朝对于佛教的活动管理得更为严格了。接下来的1个世纪里，日本不再向中国派遣朝贡使团，日本的僧侣也失去了再到中国学习的机会。以上呢就是中日文化交流的起步阶段，但在这个时期呢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没有提及，那个就是文字。我们都知道汉字是日文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可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很简单，汉字就是日文的起源。你可能真想不到，直到公元6世纪，日本还没有自己的书写文字。7世纪之前，别说普通人，连高级的神官和朝廷大员，很多都是大字不识一个。
不过，从公元5世纪到6世纪，来自朝鲜的宝剑、镜子、钱币、陪葬品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中国的汉字。只是那时候呢，日本本土还没有成篇的书画文本。最早那些去中国的佛教僧侣，他们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拼命的抄写佛经，然后千辛万苦的把他们带回日本，供本国的僧侣学习钻研。这些中文的典籍源源不断地流到了日本。公元600年之后，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，文本成了日本重要的交流手段。官员们尝试将语言标准化，日本的僧侣也希望规范文字，更便于传播佛法。那么汉字是如何在日本落地生根的呢？下一回我们就顺着文字的脉络，看看日本人利用文字编纂而成的3部重要的历史文献。